嗨，朋友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我想說，你除了看我的頻道可以學中文之外，我還真心的建議你去看動畫片。為什麼看動畫片可以幫助你真正的聽懂中文？今天我想跟你們聊一聊這個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如果你想真正的聽懂中文，第一步不是直接開口說話，而是聽懂。你可以想一想，一個小孩子他是怎樣學會語言的？他剛剛出生的時候什麼都不懂，他每天做的事情很簡單，就是聽。比如他在喝奶的时候，大人就會說：“來喝奶了。”然後孩子就開始喝奶，咕嘟咕嘟喝奶。時間久了，他就會知道這個奶是什麼意思。當孩子在換衣服的時候，大人會說抬腿，或者說伸手，然後小孩子就會伸手或者抬腿。時間久了，他就會知道什麼是腿，什麼是手，什麼是抬，什麼是伸。當這個小孩子在哭的時候，大人就會說別哭了，別哭了，不要再哭了。慢慢的，他就會理解什麼是哭，什麼是別哭。就這樣，他在每天的生活裡，一邊在聽，一邊在看，一邊在感受，他聽懂的內容就會越來越多。一開始的時候，他只能听懂物品、動作，比如水，比如手，比如走，比如吃。再後來，他就會慢慢的聽懂什麼是高興，什麼是等一下，好玩，這些更加抽象的詞彙。再到後來，他就可以聽懂完整的句子，日常的對話。慢慢的，他就能聽懂語言了。這就是學習語言最重要的一步，先聽懂。你要注意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這個過程中，沒有書，沒有翻譯，也沒有人解釋語法，你只是聽，看畫面，感受情境，然後慢慢理解。這也是為什麼母語者可以聽懂很快速的語言，很自然的連讀，因為他們從小聽到的就是真實的語言。而我們很多人在學語言的時候，是一邊聽，一邊看字幕，一邊翻譯，所以你的大腦已經習慣了先翻譯再理解。這就是為什麼你覺得聽力跟不上的原因，因為反應很慢。那麼問題來了，我們不是小孩子，我們也沒有這樣的語言環境，那我們應該怎麼辦呢？在以前確實很難辦，因為你只有課本，只有錄音，只有翻譯，你必須需要你聽一句話知道它的意思，然後再去看文字再翻譯。但是現在不一樣了，现在有一個非常好的工具，就是動畫片。我非常的推薦你們去看像我這樣的可理解輸入的 vlog 這種博主之外，你們還可以去看一些動畫片。動畫片它為什麼那麼有效？是因為動畫片本來就是給小孩子看的，它的語言的邏輯是按照成長的順序來設計的，從最簡單的吃喝玩到更複雜的表達，就像小孩子學習語言的過程是一樣的。因為動畫片它的聲音和畫面是同步的，就比如說你聽到蘋果啊，畫面裡面就會出現一個真的蘋果，你不用去翻譯它，你就直接就能聽懂了。再比如說一個詞比賽，你第一次聽這個詞不一定能聽懂比賽是什麼意思，但是你在不同的動畫片裡面，你可以看到有小朋友在跑步啊，在比賽，小動物在跑步，在比賽，在跳高跳遠比賽，可能会有一些划船的比賽啊，很多的小朋友在一起划船。每一次你都能听到比赛这个词，慢慢的你就能懂比赛是什麼意思，而不是靠背。學習語言真正正確的邏輯應該是重複場景加理解。然後呢，動畫片它是有分難度等級的，像簡單一點的動畫片，它句子很短，語速很慢，畫面很清楚，你就更容易聽懂。當你有了一定的基礎以後，你就可以再去看更難一點的動畫，可以聽懂的更多啊，再進步一點點，就這樣一步一步的越來越難，你的語言能力就會自然的成長啊，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樣。我為什麼不推薦你們直接去看中文的電視劇或者電影？有很多人喜歡推薦你們，比如說你找一部你特別喜歡的中文電視劇，然後從第一集刷10遍，第二集刷10遍，然後整個電視劇刷10遍20遍。我其實並不推薦你們這樣去學，因為他們實在是太難了。因為電視劇和電影他們語速快，情節複雜，音畫和聲音不匹配，
比如两個人坐在一起聊天，他们在說一件事情，但是畫面完全沒有變化，就你聽不懂任何的關鍵詞，你完全不懂他們在說什麼。而動畫片不一樣，它可以幫你理解。最後我總結一下，如果你真的想要聽懂中文，不能只靠翻譯，不能只靠字幕，要像一個小孩子一樣，通過畫面去理解語言。而動畫片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接近這種學習方法的工具，真的非常完美。你可以從簡單的開始，慢慢聽，不用着急。當你懂得越來越多的時候，你就會發現，哎，有一天你聽中文覺得變得很自然。我未來也會拍攝更多的可理解輸入的簡單視頻，用最簡單、最清楚的方式幫你一起聽懂中文。再見，朋友，希望你的中文可以越來越好。